救赎病娇男主成功后，我问能给我捞个皇后当当吗？谢玉朝沉默不语。于是我抛下他，死遁回了原世界。左手奶茶，右手炸鸡，一路打上50星晋级赛。系统忽然发来警报，任务失败，男主已黑化，请立即返回原世界进行2次救赎。白光一闪，我叼着吸管回到了任务世界。这是我死后的第5年，谢玉朝也成了令人闻之丧胆的暴君。他手中冰冷的长剑横在我的脖子上。呵，又来一个赝品。朕最讨厌的就是这张脸。说吧，喜欢什么死法？清明提醒您，正文开始。等等，我的5杀啊！伴随着一阵刺眼的白光，我又回到了该死的任务世界。嘴里叼着的吸管里还卡了颗黑糖波波。该死的系统，不能等我喝完奶茶再传送吗？系统，宿主，急！这个任务是有时效的，一直判定失败的话，这个世界就塌了。做完任务，我请你喝100杯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上次还骗我攻略谢玉朝的任务难度系数为负呢，结果呢？害得我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陪他从流放的废太子东山再起，走心又走肾，才把任务拿下。系统心虚沉默，然后直接把我丢进了皇宫里。宿主，任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时间线不一样，现在距离你死在谢玉朝面前已经过去5年了。我还记得分别时的场景。那时攻略成功，系统说我可以自行决定脱离时间。我窝在谢玉朝怀里，能给我捞个皇后当当吗？他陷入了沉默，看来是不愿意呀。想到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我就会经历后宫争斗、腥风血雨、白月光变米饭粒一系列狗血剧情，最终变成虐文女主，落得个掏心掏肺在挖肾的结局。于是仅有的一丝留恋也没有了。渣男，拜拜了您内。系统，误会大了。当时他没说话，只是在思考造反需要的准备工作，不想再让你等了。结果起兵前夜你就华丽丽的喝汤烫死了，这个大孝子啊！我继续疑惑，可是他都做皇帝了，人生赢家，还有什么好黑化的？你别看他拥有了权力和江山，可是他失去了爱情啊！系统，宿主，重新完成任务有双倍奖金哦。谢玉朝，我来了。我被传送到金銮殿前，还没下一步打算，砰的一声，里面扔出来一具尸体，鲜血染红了殿前白玉阶。与此同时传来暴怒的吼声，都给朕滚！朕最讨厌的就是这张脸，滚！吓得我魂飞魄散。几个侍卫倒是没什么表情，仿佛司空见惯，一边上来清理，一边交头接耳。已经是这个月第5个了。系统一看就是见过大场面的，冷静地给我解释，宿主，这些都是易容成你的模样想接近谢玉朝的刺客。此时来送膳的宫女脸色苍白，不敢进去触眉头，看见我突然眼睛一亮，把红豆糕往我手里一塞。我突然闹肚子了，你帮我送到金銮殿里面吧。然后脚下生风，飞速消失在夜色中。我就那么像大怨种吗？我很想逃，但一股神秘的力量推着我向金銮殿走去。系统轻咳一声，宿主，该你去收拾烂摊子了，不是该你出场了。狗系统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系统，什么？宿主，你要跟我殉情？有点暧昧喽。我低着头钻进金銮殿，一路上疯狂闪避横在地上的尸体。不是，谢玉朝到底砍了多少个呀？哥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抽象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会做个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、好好赚钱、好好花钱、好好做人的5好青年吗？系统，你死遁以后他就不做人了。我蹑手蹑脚放下红豆糕，再一次的想跑，双脚却被定在原地。我骂狗系统，玩阴的。系统，合理的 bug 有利于推进剧情。谢玉朝盯着那盘红豆糕看了半天，忽然抬眸向我看过来，寒芒乍现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脏砰砰狂跳。尹老师，求放过，朕看你有点眼熟。淡淡的嗓音，我缩成鹌鹑。奴婢是大众脸。哦。谢玉朝沉默了几秒，似乎在思考。朕听你的声音也很熟悉。我冷汗直流。啊，有吗？接着用力加了加嗓子。奴婢刚满18岁，还在变声期。谢玉朝仔细凝了我的眸，不消片刻，手里那把还在滴血的长剑就横在了我的脖子上。一阵寒风划过，激起一片鸡皮疙瘩。呵，又来一个赝品。朕最讨厌的就是这张脸。说吧，喜欢什么死法？系统，宿主，就是现在，上，亲他，亲晕他。啊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系统，谢玉朝对你的好感度已经负999999了，达到负100万，这世界就要塌了，再不亲就来不及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要记住，我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才牺牲的。说完，视死如归地推开那把剑，揪住谢玉朝的领子，亲了上去。我听见系统在吱哇乱叫，宿主，干得漂亮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他。听见剑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听见太监和宫女推搡着离开的脚步声，听见宫殿大门打开又合上的吱呀声，然后谢玉朝按住我的后脑勺，把这个亲变成了吻。过了很久，我嘴都麻了，谢玉朝才放开我，哑着嗓子说，承认自己是沈昭昭了。我还在神游，谁教你这么接吻的？活儿都快被吸走了。系统，宿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谢玉朝对你的好感度增长了。我有气无力地问道，涨到多少了？系统，负999998。谢谢你全家。事实证明，沉默不语就会给敌人钻空子。谢玉朝拎起我，丢在殿后的龙床上。系统，这床不错，完成任务之后能给我搞一个吗？系统不见了。我以为谢玉朝想和我酱酿，结果他只是想居高临下的掐我脖子，看着我的那双眼睛，很漂亮，有迷茫不解，有愤怒，但很快就被不甘淹没，眼底猩红一片。掐住我脖子的那只手几次想用力，到最后都成了抑制不住的颤抖。沈昭昭，5年了，我找了你整整5年，这5年来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你的脸就会出现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就有多恨你。我发现了滑点。系统，我当初死遁之后，不是给他留了一盒骨灰吗？他怎么就是不信我死了呢？系统，
谁家骨灰是粉色的呀 ？Sorry， 烧得太匆忙，忘记选颜色了。昭昭，我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听见这句话，我打了个激灵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谢玉朝摸了摸我的脸，我也知道你曾经说过的爱我，陪我一生一世都是骗我的，因为我是你的任务对象。你这次回来又是为了做任务对吗？做完任务之后呢，又要走吗？我仅有的良心隐隐作痛，紧紧闭上眼。谢玉朝松开我的下巴，自嘲般笑了一声，寻常布帛碎裂声响起。既然无论如何你都是要离开的，那我不妨就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你。3个时辰后，被晃到头昏脑胀的我，有人管我的死活吗？死了，但没死透。谢玉朝觉得我还能再多死几回，他说我欠他5年，现在要让我通通还给他。实话说，我这大馋丫头吃的是真好，但也不能一天吃10顿吧，我快撑死了。呜呜呜！我提起吐纳，呼唤系统。听说你是任务管理局最厉害的系统，所以能不能帮我暂停一下时间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？等了好久，脑子里才传来系统断断续续的电子音。亲爱的宿主，当你听到这段留言的时候，我正在后台自动更新，大概过个5、6、7、8、9个小时我就回来了，勿急勿催。我想申请换系统。对了，一旦绑定是不可以更换系统的哦，么么哒。100分号人民币星号。因为走神骂系统，谢玉朝惩罚似的加重了力道，不许走神，只能想我，我真的要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谢玉朝把一个冰凉的东西靠在了我的脚环上，只要一动就会叮铃叮铃的响个不停。我强撑着睁开眼看了看，依稀看见一条银色的链子在粼粼的月光下晃啊晃啊。谢玉朝，你混蛋，变态啊！他照单全收。我还是个疯子。过了很久，我抱着谢玉朝的脖子哼唧，停一下好吗？我现在累到以为金字塔都是我修的。谢玉朝停顿了一下，什么是金字塔？金字塔呀，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唐三角的陵墓，人死后在此长眠，祈求灵魂不灭的地方。不是，谢玉朝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怎么又开始了？我筋疲力尽，睡得很沉，梦里回到了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那个1周7天有8天都在下雨的破落小村庄。系统从他的仓库里掏出一根鱼竿给我，宿主，你就在这个地方钓，我看过剧情了，应该很快就能钓到。我看着飘满浮萍的水面，蹲在旁边陷入沉思。你确定这里面有鱼？系统，不是钓鱼，是钓人。杨过那位光风霁月的太子殿下谢玉朝，他很快就会被陷害，被废，被弄瞎眼睛，被刺杀，被丢进水里，被冲到这里。回头他要是问，你就说是无意中钓到他的，是不是很合理？太合理了，合理到这根鱼竿都没有钩，硬钓是吧？系统继续沉浸式输出。他这么惨，还是个病娇，然后你就这样那样再这样，给他就赎一下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说完还不忘补上一句，很简单吧？简单你个头！我拿着鱼竿在河边蹲了整整1个月，才钓到浑身缠满海带、昏迷不醒、差点泡芙囊的谢玉朝。系统挠了挠他那不存在的头，私密马赛丢到海里去了，好不容易才飘过来。天之骄子一朝跌落泥潭，成为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的落水狗。谢玉朝心灰意冷，又目不能视，对周围任何风吹草动都充满敌意和戒备。他悠悠转醒时，我正在准备给他喂点吃的，听到响动，反扑过来掐住我的脖子，凶狠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接近我到底有何用意？”在被我连续灌了几天海带汤之后，他终于不再折腾了，特别的乖巧听话，就是有点粘人，像只粘人的淋雨小狗。为了接近他，我装作不知道谢玉朝的身份。你叫什么呢？他闭口不答。我翻看着他的腰牌，你姓谢，再不说话，那我就叫你谢小狗喽。谢玉朝继续沉默，我就当他接受了。系统很满意，宿主，你不愧是我从几百个人里面挑选的先天救赎圣体，我也很满意。提前完成任务，奖金翻倍。谢玉朝拿回属于他的一切，迎接积极向上的人生。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我的未来里有豪宅、跑车、炸鸡奶茶、火锅炸串。谢玉朝的未来里有啥我不知道，反正没有我。救赎是我的任务，跑路是我的归宿。谢小狗，我想吃糯米团子，你去给我买糯米团子。我翻了个身，习惯性的推了推身边人，扑了个空，这才猛然惊醒。现在是5年后，没有谢小狗，只有一个随时会发疯折腾人的恶犬谢玉朝。我强行撑起快要散架的骨头，想坐起身来看看谢玉朝去了哪儿。哦豁，动不了。低头一看，浑身上下都被结结实实的捆住了。装死的系统在此刻复活。宿主，你最贴心的小桶回来了。我靠，捆绑 play， 你们背着我玩这么大吗？听见动静，谢玉朝从外间走进来，垂眸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你捆着我做什么？几年不见口味变了，喜欢粽子了？怕你跑？谢玉朝坐在我身边，慢慢地解开了绳子。刚获得自由，我立马一个熊抱抱住谢玉朝。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跑的。系统，宿主，看他的样子好像不是很相信你啊，让我看看他对你的信任度。或付100万。眼看着谢玉朝无动于衷，我再接再厉。真的，我这次就是为了你回来的。系统，宿主，你这句听起来特别像大冤种，我又来找你刷任务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别说的这么直白，我们系统也是要面子的。谢玉朝眼皮微动，目光终于转向我，英俊的面容在微弱的月光映照下，莫名有些脆弱。他捏着我的手指把玩。昭昭，苹果和梨，你喜欢吃哪个？我不明所以。苹果吧。他又问我，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？我稍作思考，兔子。如果我死了，你的任务是不是永远无法完成了？我毫无防备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，是。系统崩溃大喊，宿主，他在套你话呀！我脑中一个机灵，谢玉朝他炸我。昭昭。谢玉朝看着我，如果你再想着离开我，我就让你永远完不成任务。他的语气平静的，仿佛在说来碗咸豆花。谁教他的呀？他要是死了，这个世界就塌了，那我就真白干了。不行，我得稳住他。
走肯定是要走的，不回去的话，完成任务之后奖励我的车子、房子、票子、金子我怎么花呀？但不是现在。我笑得特别灿烂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我亲爱的陛下。闻言，谢玉朝看了我一眼，抱起我走到御书房，拿出一卷黄色的卷轴摊在我面前，那便把它签了吧。我定睛一看，封后诏书，签字。谢玉朝神色认真。从前你说，在你们家乡，2个新月之人成婚时，要一同在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才算虔诚。灯火微蕤，烛影摇红。谢玉朝眉眼缱绻，握着我的手执笔，蘸了蘸金色的墨汁，一笔一画写下我和他的名字。当最后一笔就要落下时，他突然面色一僵，捂住心口，猛地吐出了一大口血，苦涩的药香四处弥漫。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跪在我面前，为首之人小心翼翼地禀告：陛下这病情实在太过复杂，未能判断病因，是臣等无能。我挥挥手叫他们离开。偌大空旷的店内，只余我和谢玉朝2人。我守在榻边，心如火尖，看着他的眉眼，看着他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面色苍白，手凉得可怕，就像被剥夺了生机的木偶。系统适时出声，宿主确认过了，因为男主的黑化，这个世界产生了 bug， 原本的故事线并没有被改变，仍在进行中。也就是说，系统少见的停顿了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仅要解决他黑化的问题，完成你的任务，还要让他尽可能的回到原剧情。是啊，还有原剧情。在我接下这个任务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，这里除了我，还有另一位宿主，楚泱泱。你们系统找宿主是不是都喜欢找 APP 格式的名字啊？在我那段被打上救赎文标签的剧情结束后，楚泱泱会接替我成为谢玉朝的天命女主，所以楚泱泱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女主，我就是个开前置剧情的，俗称工具人。太医诊不出谢玉朝的病因，可我却知道，是他今日想要立我为后，被世界规则检测到严重影响剧情发展，所以才受到了惩罚。其实，在我带着谢玉朝回到京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和楚泱泱相遇了，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楚泱泱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和家世，激情 cos 来一诊的女神医，在荒郊野外的破庙里被我请来给谢玉朝扎针开药，治疗他的眼盲。像我这么煞费苦心安排男女主见面的打工人，真的不多见了。默默吞下自己的心酸，成全别人的爱情。系统，别演，你没收我300万现金奖励，那是我的伤痛抚慰金，谢谢。谢玉朝眼睛看不见，很排斥陌生人，不愿意喝药，不愿意接受楚泱泱的治疗。为了哄骗他，我把穿越时随身带过来的塑料小王八塞进了他手里，就是直播间对对碰那种。谢玉朝摸着那个新奇的玩意儿，这是何物？是一只到了夜里会发光的可爱小王八。会发光？夜明珠做的？不是，不过倒也差不多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来自于现代的高科技。总之，等你能看见东西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所以你好好吃药，好好治眼睛，这可是神医，一般人遇不到的。你小子命真好。谢玉朝终于不再抗拒，乖乖地点了点头。在之后，谢玉朝借着旧部的势力报了仇，重新被立为太子，一切都在步入正轨。系统告诉我，宿主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随时可以离开。那会儿也是我和他情谊最浓时。谢玉朝恢复视力后，每天都要像王八瞪绿豆一样看我1万遍。我问系统，你觉得在谢玉朝眼里我是怎样的存在？系统大夸特夸，宿主，不是我吹，你在男主心里绝对是无人可敌，白月光级别的存在。白月光啊，那玩意儿不都是放在心里用来怀念的吗？死得越早越有意义，死得越晚下场越惨。我懂了。就在我思考该用什么死法脱离这个世界比较深刻、比较光荣、比较伟大的时候，谢玉朝回来了。他把我抱在膝上，亲昵的耳鬓厮磨。即便还没有盟白首之约，东宫所有人已经默认我就是未来的太子妃。谢玉朝的态度他们都看在眼里。我试探着问道，以后你能给我捞个皇后当当吗？能问出这个问题，实在是我官瘾犯了。那可是威风八面的皇后哎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古代，不得体验一把。如果能，那我就等等再走。嘻嘻，谢玉朝并未回答。我读懂了他的沉默，不嘻嘻了。果然，白月光什么的会变成大米饭粒。于是我从他怀里爬出来，强颜欢笑道：哦，差点忘了，我今日亲自下厨给殿下煲了汤。不说了，我得去看看火候。出了门，我跟系统斩钉截铁道：咱今晚就走，马上就走。谢玉朝就留给他的命定女主吧。我擦了一把眼泪，明明那个时候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，是件好事，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？怎么哭了？我没事，昭昭不要担心。谢玉朝昏迷了一整日才悠悠转醒，看见床边坐着双眼通红的我，抚着我的脸轻声安慰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手里被塞了一块冰凉的玉疙瘩，是皇后的小印，只是上面雕刻的不是凤凰，而是跟我当初给他的那只夜光王八一模一样的王八。他又从怀里摸出来一个王八龙章，我也有一个。我可真是乌龟伴走读，憋不住笑了。我一时没忍住，冒出个鼻涕泡。这算什么？我们是王八夫妻吗？他看见我笑，也费力牵起唇角，跟着笑起来。王八夫妻有什么不好？活得久，和昭昭在一起的时间就能久一点。可一直拖着，始终不是办法。如果谢玉朝继续像现在这样，始终无法和楚泱泱产生交集，他就会受到世界规则的惩罚，心如刀绞，饱受折磨，甚至是死亡。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岔子，在我脱离世界后的这5年里，他们的剧情进度一直卡着不动。我决定亲自撮合他和女主。楚泱泱被我接进了宫里。谢玉朝听到消息后，头一偏，颇有几分赌气的意味，躲开我喂药的手，眼神暗淡无光。昭昭，你还是要把我推给别人？我抓紧他的手。你很早就明白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设定好的，我也是带着目的接近你的。你知道爱上楚泱泱才是你的宿命，对吗？他不置可否，反过来问我，还记得5年前你离开前说过的话吗？
你说治好你眼睛，对你有恩情的人是楚泱泱，你该爱上的人是他，忘记我吧。仅仅是因为这个，你就要丢下我？沈昭昭，你觉得我是有多糊涂，才会连恩情和爱情都分不清楚？哦，那照你这意思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太医院所有太医都爱一遍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勇敢一点好吗？我爱你，仅仅因为你是你，我愿意违背世界剧情，对抗我的宿命来爱你。他拉过我的手，一枚亲吻落在手背，因为爱无禁忌，爱是本能。啪嗒，一滴滚烫的眼泪砸下来。在遇见谢玉朝之前，我以为的他不过是一个写好的设定，一串没有灵魂的代码，可却忘了，被爱的人会疯狂地长出血肉。我摇了摇头，可是谢玉朝，我不想让你死掉。他语气笃定，只要我的灵魂永不熄灭，肉体消亡又何足畏惧？昭昭，你说过的那种陵墓叫什么来着？哦对，金字塔。既然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不如现在趁早。不许说丧气话，我赶紧去堵他的嘴，实在是听不得这死病娇的风言风语了。第一，有我在的一刻，就绝不会看着你等死。第二，金字塔不属于我们的文明，你不能建，否则我们那个时空的人会骂你是韩国人。第三，你误会了，我绕过屏风，把正藏在后面现场吃瓜疯狂憋笑的楚泱泱拽了出来。楚泱泱不是来拆散我们的，他是来加入我们的。昨夜我去找楚泱泱，无所不能的系统，你知道楚泱泱现在在哪儿吗？系统知道啊，他正在相府的院子里数蚊子。我怒了呀，他这么闲也不愿意走剧情，那我这些年勤勤恳恳的铺垫算什么？系统算你勤劳，算你爱干活。果然，我偷偷摸进去，看见了正在院子里傻站着的楚泱泱。他看得清吗？这确定不是在喂蚊子吗？楚泱泱的身边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既不像太监，也不像侍卫，像男宠。我像瓜田里上蹿下跳的猪。系统，楚泱泱旁边说话的是谁啊？系统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。哦，他是楚泱泱的系统。你们系统还能画人形呢？还挺帅，你也编一个呗。系统沉默了几秒钟，因为他爹是主神，他是统二代，我是打工牛马童子，人家是跟主神闹别扭，下来体验生活的统圈太子爷，能一样吗？好的，声音可以小一点吗？你吵到我了。系统发现我有点嫌弃他了，试图挽回因为尖叫而破裂的形象。宿主，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啊！我好奇，我跟你还有羁绊呢？系统，对呀，如果你任务失败了，可是会影响我升职的，真是好深的羁绊啊！我举着2把树枝，支棱起耳朵，鬼鬼祟祟地朝楚泱泱挪动。统二代无奈的声音传来：宿主，谢玉朝才是你的男主，我们来这里多少年了，你的剧情进度是一点没推进。楚泱泱猛地看向统二代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。可是我不喜欢男主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呀！猝不及防，我被塞了一口大瓜。统二代为难地揉了揉眉心，我不会再耳根子软了，明天你必须找到接近他的机会。楚泱泱抱住他的袖子，求求你了，再让我拖2天 QAQ。好吧，我勒个豆啊！半夜不睡果然有瓜，出来吧，别藏了。统二代的声音淡淡响起。系统，宿主他发现我们了，我先溜了。系统，他爹是主神，我可不想得罪他，归来半生，仍是孤身一人，我很心寒啊。楚泱泱笑着和我打个招呼，嗨，昭昭，又见面了。我猜你来找我是想问走剧情的事情吧？来得刚好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商量呢。我点点头，你有想法吗？楚泱泱一副势在必得的姿态。系统已经告诉我了接下来的剧情，不如你让谢玉朝一起配合我。卡的 bug， 楚泱泱和谢玉朝走的是攻略剧本，那2人必然少不了要经历些共患难的剧情。第一件，楚泱泱偷溜出府去民间义诊，未曾料到对面正是废太子的谢玉朝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这个已经完成了，打勾。第二件，谢玉朝微服出宫，偶遇大火，楚泱泱恰巧也在场，2人携手相助，死里逃生。机缘巧合下，谢玉朝发现楚泱泱正是当年救治自己的医女。第三件，谢玉朝秋烈遇刺，楚泱泱全程陪伴，精心医治，2人逐渐。打断一下，我忍不住发问，你们拿的到底是攻略剧本呢，还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剧本呢？不历经9981难，誓不罢休是吧？第2个剧情，只要2人在同一地点集齐着火元素，就算卡 bug 成功。我们挑了一处远郊的宅子，准备开一场篝火晚会。为了物尽其用，我还提前穿了很多烧烤用的肉串。楚泱泱和统二代正在生火，谢玉朝突然跑过来拉着我，想不想去看星星？夜色沉沉，他的眼睛比头顶上的星子还亮。我搜着他的袖子，轻轻点头。去哪儿看啊？话还没问完，他忽然把我拦腰抱起，使了轻功，双脚一点，跃上高墙，飞檐走壁，耳边止于呼啸风声和强劲有力的心跳声，咚咚砰硬。最后谢玉朝在屋顶上落了脚，我被放下来，他的吻也跟着一同落下，渴望的、凶狠的、急切又温柔的索取、掠夺。我还云里雾里，连忙制止他。他胡乱吻着，捉住我的手，忙里偷闲地回了一句：等下，亲够了再说话。我心如擂鼓，努力回应着他。反正剩下的时间不多，不如在此刻尽兴，用力相爱。刚生完火，抬头就看到我们2个丢人玩意的楚泱泱。全世界晚上好，你俩除外。时间流淌，我们平安无事地进行到了秋收剧情，有了上次的成功经验，这一次我们熟练了不少。现在我们正在树林里悠哉悠哉地跑马，万事俱备，就等着一会安排好的人跳出来，拿着小刀往谢玉朝袖子上扎几下。可未曾料到，一群黑衣刺客从天而降，对着谢玉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砍。明明没有这一环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系统响起警报，不好了，宿主，监测管理员发现了我们的作弊行为，又降下惩罚了，领风穿空，流矢密如雨丝。激烈打斗中，谢玉朝的马突然失控，如箭离弦，朝着悬崖边飞驰而去。我发狠抽鞭，拼命追上去。逃亡躲避中，谢玉朝被一箭射落下马，身体骤然失重，开始不受控制地朝下跌落。不要！我不顾一切地飞身扑上去，在谢玉朝即将坠崖时，用尽全力抓住了他。2个人挂在悬崖边，摇摇欲坠。我力气太小，要想拉住谢玉朝，只能把身体卡进崖边一棵松树上，苦苦支撑。可上天就像故意跟我们作对，树干经受不住我们2个人的重量，咔嚓一声断掉了。
狂风似刀子刮过脸颊，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飞速下坠，强烈的身体反应令人晕厥。就在我心生绝望，以为这一切彻底完了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在我耳边炸起，听起来是那样的奋不顾身。宿主，可恶，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啊！我醒来时，楚泱泱正坐在我床边，她双眼布满血丝，嗓音沙哑：昭昭，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我头痛欲裂，竟一时无法理解她话里的含义。结束是什么意思？彻底失败了吗？我在脑中呼唤系统，可迟迟未得到应答。遇刺坠崖时，系统为了救下我和谢雨潮，动用了紧急能量，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在我昏迷期间，楚泱泱揪着童二代的领子大哭，我受不了了。他爱他，他不爱我，我不爱他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可你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反而要我一直走这个破剧情，攻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呢？有些事并不是强求就可以有结果的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互相折磨，搞得两败俱伤？就不能跟你爹打声招呼，走个后门，让他取消这个任务吗？童二代陷入了沉思，然后真的去找了自己赌气离家出走多年未联系的老父亲。主神检测到谢雨潮黑化值已清零，又看在自己儿子的份上，心软了，提前结束了任务，结算奖励照常发放。谢雨潮站在时空传送门外，一脸无措和茫然。昭昭，又要离开我了吗？我上前抱了抱他，对不起，我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，在这里我能仰仗的只有你，这对我来说风险太高了，我不自由。他点了点头，手上抱着我的力度渐渐小了下去。我转身踏入传送门，喂，小皇帝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吗？童二代吊儿郎当的声音响起，他笑得任性张扬，我可是主神的儿子，这点特权还是有的。谢玉潮的眼睛一下亮起来，他站在门外，即将迈入门槛时，忽然止住脚步，跟我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就要抛下在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切。皇位、江山，人们的记忆会被集体篡改，认为皇帝谢玉潮死于这次的秋烈刺杀。时空传送门即将关闭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沈昭昭，我确实没有权利干涉你的决定，可是我说过，爱要勇敢一点。然后坚定地搭上我的手，这一步我来迈向你。尾声，我带着谢玉潮回到了现代，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，并领取了任务奖励的车子、房子、金子、票子。当谢玉潮逐渐融入，学会上网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好像就是大家口中说的那种富婆包养的小白脸，事关尊严。于是谢玉潮火速找了一份博物馆的工作，并且把工资卡郑重地交到了我手里。某天我闲着无聊，去博物馆找谢玉潮，发现他正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，看得出神。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是一把剑，一把很眼熟的剑。再看讲解牌，长虹剑为梁惠帝生前佩戴，旁边有2个正在参观的游客。哇，这个剑也太酷了吧！谢玉潮跟我小声蛐蛐，假的，复刻品。有别的路人不服，出声呛他，你懂个屁呀！你算老几？踢到钢板了，他还真懂。我赶紧拽上谢玉潮跑了。你是不是想说你就是梁惠帝？那把剑早就被你融了，做成匕首送给我防身了？别说，千万别说，说了你就会抓走，躺在冷冰冰的钢床上，被切成一块一块的。谢玉潮脸色一白，好险，吓住他了。回到家，刚打开门，我的脑子里预了一声 surprise， 宿主，我统汉3又回来了。由于表现突出，我升职了哦。我现在手下有2个新来的系统了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去破文世界进修过了，你一定很感兴趣，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吧？我脑袋又嗡了一下，赶紧手动静音。不，我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和系统一起来的，还有刚从恐怖本里度完蜜月回来的楚泱泱和童二代。楚泱泱在我1000平的豪宅里逛了一圈，央求我收留他。昭昭，我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，你家这么大，就你和谢玉潮2个人住，一定很无聊吧？不无聊，不欢迎。谢玉潮冷脸挡在我身前，楚泱泱在一旁眨眼啧舌。昭昭，我跟你说过，他这个狗皇帝的臭脾气不好改吧？啧，你说你非要带他回来干嘛？谢玉潮梗着脖子跟他对着吵。狗皇帝，臭脾气，别逼我骂你。童二代把楚泱泱护在身后，随手画出一个光圈，别逼我给你传回去。一听到传回去这3个字，谢玉潮立马就蔫巴了，转过身抱着我，小声嘀咕，我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你的世界。我踮脚去够，谢玉潮迁就地低下头来，我摸着他头顶的毛安抚，不回去不回去。安抚完谢玉潮，楚泱泱和童二代已经自来熟的在我家的草地上架上了烧烤架。楚泱泱拿着烤串冲我挥手，昭昭，快来呀！我拉着谢玉潮一起过去。来啦，吃着烤串。我看向身旁的谢玉潮，一屋2人3餐4季，再加上5000万存款，这样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就很好。谢玉潮觉得自己像站在滂沱大雨里被浇透的小狗，曾经他以为自己会一辈子淋雨，其实呢，爱早已悄悄烘干了他的毛，成为了他的小窝和盔甲。从此小狗再也不惧怕风雨。全文完。